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，可能都认为石油来自恐龙尸骸，毕竟生物成油说这套理论传承至今，仍旧未被推翻。然而，今天要告诉你，石油并不是远古生物遗骸演化而来的，而是来自地核的无机物，你敢信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石油成因一共分为两大派别，一个是前面提到的生物成油说，也叫有机成因说，另一个则是今天要讲的重点，无机成因说。先说有机成因说，该说法的观点就是，远古时期那些动植物的尸体和残骸在地下埋藏多年，在高温高压的缺氧环境下，这些残骸缺乏细菌、真菌等微生物的分解，根本腐烂不了。在此期间，尸体和残骸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，形成了许多生油岩层。与此同时，生油岩层还在不断失去 NH3、H2O、CO2 等物料，慢慢变成干酪根。在最后阶段，干酪根变成了原油。随着这些原油逐渐渗透到地表，于是形成了大片的油田，当地人随便挖一锄头就能洗获黑油。当然，关于有机成因说这个概念，确实也有一定的证据，比如全球99%以上的油气田就分布在富含有机质的沉积岩中，可见石油的确跟有机质脱不了干系。此外，2013年的一个实验也证明了石油来自有机物的转化。当时，美国西太平洋国家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将藻类置于密闭反应容器当中，然后设置高温高压，并在里面放入大量催化剂。仅仅1小时后，容器里就产生了与石油类似的生物原油。可见，石油有机成因说这套理论确实有其存在的依据。当然了，针对石油有机成因说，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看法。比如某些网友就曾提问：难道那些远古动植物都死在了中东吗？不然的话，为啥中东这么多石油？也正是由于这个疑问解释不通，所以关于石油成因这个问题，又冒出了一套无机成因说。1876年，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提出了石油无机成因的碳化物说。他认为，在地球形成初期，地球上的碳和铁会慢慢形成一种金属碳化物，简称碳化铁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碳化铁会沿着裂缝慢慢进入地壳深处，最终与炙热的水相融。待碳氢化合物生成以后，原油也就闪亮登场了。后面的科学家为了证明门捷列夫这套理论，干脆在实验室模拟出了地球深处环境，没想到居然成功合成出了石油。这一实验结果震惊众人，因为这就意味着石油真的有可能诞生于无机物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期间，还有一位俄国科学家索科洛夫，他提到了一种名为宇宙学的石油生成说。根据该说法，地球处于熔融状态时，各种烃类就存在于它的大气圈中。随着地球逐渐冷凝，这些烃类物质被岩浆吸收，再经过日积月累的变化，也就在地壳中慢慢生出石油了。不得不说，俄国人的脑洞还真是大。话说，俄国为啥如此热衷于无机成因说呢？究其原因，主要也是因为前苏联一直以来都把石油当作经济命脉。假如石油是无机成因，那它将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如此一来就能维持苏联庞大的军工开支了。为了摆脱西方有机成因说的束缚，苏联干脆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石油勘探体系，简称苏联石油曼哈顿计划。该计划一共实施了45年。按照当时西方提出的有机成因说，第聂伯河、德涅茨河盆地是不可能有石油的。但苏联不信邪，偏偏要在这里疯狂打井。5年之内一共打了61口井。把井打好以后，里面果然有37口井冒出了原油。这一结果直接打脸西方，顺带还动摇了他们的有机成因说。在后期，苏联继续利用无机成因说，将打井的成功率提高到100%，让人艳羡不已。相反，欧美利用有机成因说，打井成功率只有15%到30%。可以说，那时候的苏联在石油方面完全就是压着欧美国家打，完全不给他们还手之力。苏联人提出了石油无机成因说，并且为了证明，在第聂伯河、德涅茨河盆地到处打井。谁曾想，61口井中居然真有37口冒出了原油。最关键的是，这些打出来的石油几乎没有找到不灵分子。这个不灵分子就是石油中的生物标记物。石油中没有不灵分子，这也就意味着这些石油并不是由动物植物遗骸组成。可以说，苏联用自己的现身说法，完美的支撑了石油无机成因说这套理论。时至今日，这套理论依旧盛行，让无数科学家穷思好手。
咱们在此不妨假设一下，如果石油真是出自无机物，接下来的全球能源格局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？可以得出的一点结论是，假如石油真是由无机物变化而来，那咱们地球上的石油几乎就是无穷无尽的。毕竟在地核深处，氢的数量极为庞大，这些集中在外地核液态铁中的氢，近46亿年来一直向外喷射强大氢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地表冒出来的石油就像拥有一个活力源泉一样，永远都不会枯竭。当然了，从这些年的石油开采情况来看，石油貌似真的不会枯竭。比如1971年在美国墨西哥湾尤金岛发现的330区块油田，当时计算的可开采储量只有 0.48 亿立方米。谁曾想到1997年的时候，该地区的原油开采量居然达到了 1.59 亿立方米，而且这些原油还能源源不断冒出来，给人一种根本采不完的感觉。可见石油还真就像某些科学家口中所说的那样，是从地底下喷射而来的。从以上的分析中也可以推断出，倘若没有进入新兴能源时代的话，那么沙特、卡塔尔等国将有机会要吃一辈子石油了。这对于那些中东土大户而言，无疑是一场天大的好消息。话说，假如石油真的用不完的话，今后咱们的油价会不会降下来呢？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